因为有你，世界都变得可爱。看天气预报说，岛上的气温在30度左右，带几件夏天穿的 T 恤就可以了吧？但万一岛上风大怎么办？还有路上的行程。那就再带一件秋天的外套好了。还要留点地方放岛上买的特产和纪念品，而且到时候你的行李箱塞不下了，还会把东西偷偷塞进我这里，我这次要早做准备。总算是赶上了。这次任务解决的还算顺利，没耽误旅行时间。这是我们一起的旅行，也不能把准备工作全推给你啊，本来我就没能帮忙做计划。啊，抓阄游戏？好主意，可以抽几个？那我们一人一个。水上飞机，有意思，快看看你的是什么。太好了，明明知道你选的项目肯定都很有趣，但还是有一种格外惊喜的感觉。站在甲板上吹风，真的好舒服啊！面朝着大海，好像真的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到那时候就可以换上夏天的衣服了。度假，真好啊！先生、女士，有件事情非常抱歉。受台风影响，游轮抵达小岛时有较大概率遭遇降雨。2位预定的水上飞机可能会视情况变更为其他项目。冬季台风的确比较少见，我们也是收到气象局通知，看移动轨迹是从境外的热带地区过来的。
虽然不会在岛屿登陆，但近日天气会受到影响。考虑到旅客的安全，我们会暂时取消一些项目。这是最极端的情况，并不一定会发生，但按照我们的服务规章，还是需要提前向二位告知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谢谢。好啦，就当是抓阄的时候抽到了别的项目吧，反正其他项目也很有趣，对不对？或许其他项目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呢。所谓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嘛。而且他也说了，这只是可能的结果。你看，天气这么好，没准等我们登岛的时候，台风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叫靳云，是我在国安时的同届训练生。当时队里有老带新的传统，会有老队员作为新手教官，带领我们完成见习期间的任务。我和他跟随同一位教官，很多任务都是一起完成的。但我们各有所长，成为正式队员后就被分去了不同小队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工作。虽然我们私下还保持联络，但工作上已经很久没有交集了。好像是。对了，前段时间听他提过准备订婚了，没准和我们一样，是和爱人一起来度假的吧。唉，搞不好我会先损失一份份子钱。好啊，正好也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是国安内部的暗号，他示意我不要靠近。我们执行的大多是秘密任务，即便是同事之间，对于彼此的任务信息也不能轻易互通。任务中的确会有与其他同事碰面的情况，为了防止被打扰，我们有专门表示任务中的暗号。可他刚才示意我的却不是这个，他不会犯这种错误，一定还有别的含义。我现在无法确定，不过既然不是求援信号，说明他自我判断目前处于安全情况。他刚才手背在身后，似乎想传递什么信息给我，但被人群遮挡了。哦，我得跟上去确认一下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好不好？我马上就去找你。别担心，目前只需要观察，情况还在掌握之中。你的提议确实很有道理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
别着急，他总会想到方法的。我们不需要采取行动，在这里等着就好。不用紧张，你明明表现得很棒。别说你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，就算是我刚跟着教官去盯梢的时候也会这样。盯梢需要一心二用，一边装作若无其事，一边仔细观察，但松弛和认真又是截然相反的状态。每个人适应的方法不同，不过我的盯梢心得就是忘记盯梢。因为你有确定的盯梢目标，会下意识假想对方也同样在意你，反而容易表现得刻意。所以先忘记自己在盯梢，让自己融入在环境里，假装没这回事就好。比如现在，我们可以和平时一样，找个感兴趣的话题聊聊。啊，我和他？那都是好早的事了。让我想想。当时我们在训练营学习了一段时间，顺利通过了初次考核，进入见习阶段，跟随队内教官参与实战。说是实战，但也不会有太过危险的任务，也不需要我们指挥领导，只要听从教官的命令就好。可以理解为国安预备役的实习生，工作并不复杂，主要是面对不同情况学习积累经验。现在回头看，那时的我真是太不成熟了，总想做点什么证明自己。金云也是个有点冒进的急脾气，我们两个搭档闹出过许多丢脸的事。最难忘的话，应该是雨林村那次吧。当时我和靳云跟随教官去逮捕走私违禁品的嫌疑人，目标地点十分敏感，接近南方边境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我们在村外蹲守了好久，当地的蚊虫估计都被我们喂饱了。好不容易等到嫌疑人回到住处，我们从四周包围，自以为万无一失。但没想到嫌疑人比我们想的还要狡猾，用茅草屋下的灌木做遮掩，逃脱地道。我和靳云都没反应过来，幸亏教官通过窗口光影的变化及时发现，我们破门而入，从密道追了上去。再后来，这密道修得挺长啊，直接通到林子里，任往哪儿跑的都看不着。注意环境，小心隐蔽，对方也可能埋伏在附近。哎，这里有脚印。纹路还清晰，应该是刚刚留下的。斜尖的方向是往东北侧，500米处是村外的集市。集市附近环绕了10几个村落，去那里采买的当地住民很多。如果让他混入到人群里，到时候可就难找了。报告，我还没有看到目标。别心急，我们的装备突兀，别让当地住民过于注意我们的存在，惊动目标。先总结一下嫌疑人特征。
他穿着短袖衬衫、蓝色牛仔裤、帆布鞋。他进屋的时候拿着一个深棕色的蛇皮袋，住宅和地道内都没有，应该还在他身上。哦，对了，我看到他手腕有反光，可能有金属类饰品。很好，记住这些特征，观察四周，筛选、排除，保持专注。在那里！保持冷静，我们分成3路，从不同方向包抄过去，注意用无线电沟通，服从命令。他准备上车了，行动！你暴露了，嫌疑人已经上车。不管了，必须把车拦住！夏燕，快拦住那边！夏燕，他在哪儿？我看不到他了。在我的2点钟方向。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出口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放心吧。站住！往哪儿跑？哼，抓到你了！牛啊，夏燕！喂，你是干嘛的？我的果子都摔坏了！别走啊，先赔钱！有人打架，妈妈。我……哎，你在哪儿？我都看不见你了。你们2个！我们行动前通知过当地的治安官，教官很快联络他们来支援。只是，嫌疑人虽然被成功逮捕，但我和缙云被教官大骂一顿。那次任务也是功过相抵，不予表彰。一晃眼，竟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那时候的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，现在再看，可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。他们准备离开了，正要去前台买单。没有，他们往反方向的电梯离开了。我已经收到了缙云想要传达的信息。
是国安内部一种类似哑语的手势暗号，每个手势对应不同的关键词，可以高效传达任务术语。别担心，虽然是国安首创，但安全级别并不属于机密，对外也可以交流分享，只是方便沟通而已。安全、临时交易、逮捕、通知。安全表示他现在的状态，无论他的具体任务是什么，目前不需要我们出手营救。之前我就怀疑，他选择将信息传递给我，很可能是出现了突发情况，无法通过原有方法传递情报。结合临时交易和逮捕，就说得通了。船上有突发的违法交易，而且在他的意料之外。嫌疑目标或许提前截断了他与外界的沟通渠道，这也说明了此次交易的重要性。对于违法交易，必须要在交易过程中逮捕才可以定罪，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逮捕时机。但关于交易时间等确切信息，他目前也并未掌握，只能让我继续等候通知。我们无法参与这场交易，只能静观其变。作为枢纽，随时注意他的暗号，帮他汇报信息，请求支援。只有将这几个关键步骤接通，才有可能成功完成这次逮捕行动。别担心，我们也不是无事可做。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他身边观察，必须搭建能随时接受信号的途径才行。关键是要将工作人员引开，确定我不在他的视线当中。两位贵宾好，请问……哎呀，别担心，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，说不好是随手放在哪儿了。两位是丢了什么东西吗？您别着急，我会帮您寻找的。不过我们收拾餐桌时并没有见到遗落的物品。您确定是？会不会是别的客人想寻找失主，所以先拿走了？哎，你们这里有没有监控可以看一下？这是所有公共区域的监控画面，您可以先尝试寻找一下。没问题，太感谢了。让我看看，我们刚去过。女士，您……请您放心，如果我们发现了，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。啊，这个监控我也不太会看，我们去找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帮忙吧。打扰了。现在可以用手机随时查看监控了。他们进入电梯后去了 VIP 套房所在楼层，应该是暂时回到房间去了。或许是为了保护重要客人的隐私 ，VIP 区域没有摄像头，离开电梯后就脱离了监控范围。
而且监控画面的画质不高，哪怕他通过监控给我传达手势暗号，信息也不能保证准确。我想先去电梯内看看，确定一下是否有可以藏匿信息的地方。没有信号反应，电梯内没有安装窃听装置。这部电梯是 VIP 楼层的专属电梯，需要刷卡才能启动。虽然可以破解程序强行前往，但如果电梯口和走廊里有对方的眼线，我们就暴露了。电梯内部太过精简，没有可以传递信息的地方，贸然留下信号可能会被别人发现。队里有句老话叫“宁丢勿醒”，宁可暂退一步继续观察，也不能轻易打草惊蛇。至少现在我们获得了监控权，只要缙云来到公共区域，我们就能察觉。虽然有些被动，也只能等他出现再找机会碰头了。有人过来了。电梯位于室内走廊的尽头，没有其他路可走，我们没办法避开对方。看装束，不是工作人员。他戴着的墨镜像是有特殊反光镀膜，不容易被电子设备拍到脸，而且有观察摄像头方位的习惯。他的走路姿势也和常人不同，应该接受过武术训练，一条腿可能受过伤。我怀疑他的身份并不简单，可能是缙云调查目标的同伙，也可能是那场临时交易的合作对象。但他手上没拿任何东西，就算真的与交易有关，应该也只是先简单会面。别担心，有我在呢。就算他真的是嫌疑人，也不会随便怀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我们不要自乱阵脚就好。就像盯梢时一样，忘记对方的特殊身份，试着将注意力放到别的事物上。准备好了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开门吧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你累到吗？谁知道电梯不能运行？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麻烦问一下，这个电梯是通到哪里去的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本来想偷个懒，看看能不能坐电梯到顶层甲板去，结果按钮根本没用。好了，宝贝，别让这种小事坏了心情，都怪我好不好？别说他了，我都要被你瞒过去了。这样的演技天赋可是会打击我的信心的。大师课吗？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了。
普通客人不会故意试探我们，我倾向他和这次的临时交易有关，而且他的右手食指戴着形状特殊的戒指，像是带有飞翼的双头蛇。我不知道那只是普通的装饰，还是代表特殊身份的图腾。等回房间后，我发给队里调查一下。他的手一直掩在袖口里，是上电梯前掏房卡时我看到的。啊，不是了，只是一种专注观察的技巧，练得多了也就养成了习惯。非要说的话，算是一种术业有专攻吧。就像你对法律相关的敏感度，也是我不能比的呀。当然，只要控制自己保持专注，放大感官，就能敏锐地察觉平时容易忽略的东西。就像我们总在仰望夜空时，才想起感叹星光，但星光其实一直都存在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。你想尝试的话，等回到家，我可以教你几个方法，我们一起练习。目前缙云不在观察范围，我可以趁这段时间先和队里联络。我们应该尽情享受这次旅行的，我却只顾着协助任务。可是，当然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我会尽快解决，不会耽误岛上的旅程。指挥官，事态紧急，我长话短说。金云从上月开始执行潜伏任务，与跨境的违禁品交易有关。他最后一次向组内汇报，是他的调查目标通知他登上这艘游轮，但并未告知他具体的目的和原因。我下令让他配合对方行动，随行观察，伺机获取犯罪证据。但自从他登上游轮后，定位信号便从地图消失，一直处于失联状态。结合你的汇报，想必这次临时交易非常重要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对方切断了他所有对外的通讯渠道。那么此次交易现场就是最完美的逮捕时机。是，我会继续观察缙云的动向，尽快接收其他情报。另外，你申请调查的图案也有了结果。飞翼双头蛇图腾，来自境外的民间组织双迷会，该组织涉嫌跨境走私等多种违法贸易。由于当地执法权限模糊，打击力度有限，一直无法完全剿灭。本来这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，但没想到他们竟敢把脏手伸进境内。如果这次让他们逃了，再抓获归案就难了，后续会遗留许多隐患。所以，夏夜，我希望你可以协助完成此次任务，在交易现场将嫌疑人全数逮捕。明白。我会安排人手随时准备支援，保持联络。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？我一个人盯着就行。
在这儿呢。别急，每个画面都有编号，如果目标离开当前画面，就沿着编号顺序继续寻找。一开始确实会不习惯，但熟能生巧，多练习就好。应该是在巡视周围环境，确定没有可疑人员，并结合地形特征规划意外情况下的逃跑路线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以看出他们经验丰富，只在某一个地点观察，并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异常。但我们拥有全局视角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最近很少了，毕竟人脸识别技术越来越成熟，我主要负责 AI 无法完成的复杂工作。但之前确实有许多任务需要长时间盯手，甚至等了几天几夜的情况也有。放心，我们通常组队行动，中间会换班休息的。而且，能在室内看着监控画面已经很幸福了。至少不是在满是蚊虫的热带雨林里，举着几斤重的红外望远镜。他们过来了。这是他的提示。我们经过同样的培训，思维模式也极其相似。他料到我会想办法获得监控权限。Follow me。他示意我们跟上，应该是想在下一个场所和我们碰头。他们应该准备在那里用餐，短时间内不会再移动了。我们的情况还算安全，就看能不能顺利接收信息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对方警惕性很强，保证不被发现是最重要的。而且这个角度，我可以借助玻璃的反光观察他手部的动作，没关系的。还没有，那几个人一直在交谈，他们又面对面坐着，靳云找不到机会脱离视线。我主要怕他宁可冒着暴露的风险，也要传递信号，让自己陷入危险当中。他现在的状态就像断线的风筝，万一对方起疑，他连发送求救信号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们准备结账离开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他给我留下的提示是：他来不及做别的，只用手势提示了信号，随后指了指这个。菜单除了用来点餐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留下文字信息吗？
别急，慢慢想。幸好有你。等我一下，我去就会。你说的没错，缙云果然将信息留在参品评价里。这是国安内部独创的一种密码，类似摩斯电码，不过保密性更高。TREE， 这就是他留下的信息。这是2次加密。他预想到自己来不及留下详细线索，真正的信息应该被他提前准备好，藏在别的地方。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我从监控画面只看到他路过，没看到他手上的动作。当时他的同伴就走在前面，胆子可真大呀。交易时间已经定了，我们先回房间，准备请求支援。交易的时间地点已经确定，清晨7点，就在 VIP 区域的洞洞1套房。此次交易涉嫌违法走私，并涉及境外人员，必须在交易进行时将嫌疑人当场逮捕。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多，关键信息想必指挥官已经交代过了。6点之前，我们必须完成所有准备工作。最近队里任务多，我被派来现场支援就算了，没想到连休假的也不放过。夏夜，这都能让你赶上，如果不是你，真不知道这次行动要怎么办。只能说是侥幸。缙云没办法和外界联络，最好的情况也只是眼睁睁看着交易达成，放虎归山。对他而言是好事，你呢？你们小两口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，还……哎，我可不是心疼你，你回头可记得好好补偿弟妹，跟着你可真是不消停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进入目标房间，共有窗口和房门2条动线，我们要实现双面围堵，确保逮捕工作万无一失。由房门进入的路线由杨笑负责，等交易对象进入房间后，你带人从电梯进入走廊，伺机进行突破。窗口这边需要注意，贵宾套房的窗外没有任何平台，相当于悬空在船舱外壁，直接临海。想从窗口进入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从顶层甲板通过绳索工具降到窗外。作为进入房间的路线，这不是高效的选择，但不能排除嫌疑人跳海逃脱的可能性。换句话说，这条路线就是为了切断嫌疑人的后路而存在的。我来负责。
没什么疑问的话，继续准备吧。没什么，只是外面开始下雨了，还记得吗？白天的时候服务生说过的。别担心，目前风速还在我的预计范围内，不会有事的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就继续岛上的旅程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做到的。弟妹，过会儿我们也要出发了，你就和负责通讯的小哥在房间好好待着，别担心啊。时间到了，我开始行动。别让他跑了。逮捕成功。5名嫌疑人全部逮捕，现场发现大量现金和不明货品。行动完成，收队。我们还没开始审问，不知道能获取什么情报，先不能暴露他的身份。我遵守承诺，平安会。夏燕呐！好好说话，兄弟，我的亲兄弟，没有你，我这次可怎么办呢？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打了一天哑谜了，详细说说吧。唉，这次行动特别突然，只通知我要上船，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前脚刚上船，后脚就把我所有的通讯工具都收了。哎，幸好我反应快，趁他们不备，把通讯纽扣丢进海里，不然可真要暴露了。我一看这阵仗，立马就知道肯定有什么大事儿。果然，他们告诉我有个国外的大佬来做交易，是那个双迷会的。这你都查到了？当时我都要急死了，大鱼近在眼前，我却传不出消息。老天果然舍不得亏待我，让我遇见了你。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一看到你我就放心了，这情报肯定能想办法递上去。
现在就看能从他们身上挖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。需要你帮忙的话，我再找你啊。哎，这位就是弟妹吧？啊，刚没来得及打招呼。弟妹你好，我是静云，和夏燕是国安同届的训练生。真的？他都是怎么说我的？雨林村？哎，对了，夏燕，你还记不记得嫌疑人被成功逮捕后，我们……哎，别说了，这可是弟妹要听的。后续的事儿，那可要从道歉行动说起。我俩本来以为完成任务算立功呢，没想到教官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还压着我们挨家挨户去道歉。哼，也怪我当时抓人心切没觉得，后续一看现场情况，才知道损失惨重。我们又和对方语言不通，连鞠躬带比划，只能尽量用弯腰的幅度来表达我们诚恳的态度。都是因为他话太多，天黑了还有一半没道完。第二天我俩又去了。喂，老话都说举手不打笑脸人，更别说是鞠躬人了。我那是一种社交策略，好不好？不只是道歉，被损坏的摊位也要重新摆放好，尽量恢复成之前的样子才行。其实大多数摊主都挺好说话的，但他们越说没事儿，我就越觉得过意不去。现场那些被磕坏了的水果，我们也都自费买回去了。确实也是我们的责任，不能让商户亏着。啊，不过那里的天气是真热呀，又没冰箱，水果根本放不住，我们只能一天天的当饭吃。那些吃到吐的热带水果的味道，我现在还记得。那次之后，真是恨不得看见就跑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结束了。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嘛。哎，对了，我也得和弟妹道个歉，都是因为我这事儿耽误你们二人世界了吧？这趟恐怕没空了，等回头叫上我对象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哎，弟妹，你是不知道，夏燕可是从训练的时候就总和我念叨你啊！哎，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还没……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带走吧。看来上天听到我们的愿望了，果然是个大晴天。怎么样？他们怎么说？那就是有希望啊！阳光这么好，我们就先在岸边玩会儿吧。看来他顺利回到大海，继续海底冒险了。哎，
那边好像有个饮品店，要不要去看看？怎么样？要一起试试吗？我这杯是薄荷海盐汽水，冰到我脑袋后面去了。你好，女士，关于之前和您沟通过的水上飞机相关问题，经气象局通报，台风轨迹发生偏移，岛屿附近的天气不会受到影响了。最近的一班水上飞机在半小时之后，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，现在帮您预约可以吗？好的，女士，已经帮您预约成功了。对了，刚才我们的海域护卫队在海面巡逻的时候，还发现了野生海豚的踪迹。野生海豚行踪不定，想要观测到需要一定的运气，但您可以在体验项目的途中注意观察一下。看来好运还是眷顾着我们。好，我陪你一起找。正好，我们另一个项目是潜水艇，到时候就能看到了。怎么了吗？啊，是什么？这次吗？可我好像不是第一次被你撞见执行任务了。好吧，不过整体印象还是要以现在为准。我当时打断他，不是那些话不愿告诉你，而是我想自己说给你听。
虽然训练时期的经历听起来有些好笑，但对于当时的我，却是一段难熬的时光。突破体能极限的训练仿佛没有尽头，难关之后永远还是难关。好不容易喘口气，还要兼顾生物工程的学业，好像没有一分一秒能安心休息。在训练过后疲惫到极致，却因为压力无法入眠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冒出想要放弃的想法。你知道是谁一直给我力量，让我坚持下去吗？是你。每当我内心有些动摇的时候，就会幻想完成这次考验后，就能马上与你重逢的场景。我还会暗戳戳地想象一些英雄救美的帅气登场，设想当你发现我的秘密时会是什么表情。然后，我就会在这些胡思乱想的美梦里安心入睡。我说这些不是要抱怨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多么重要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，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没能帮上我。可事实上，从很早以前开始，你就已经支撑起我的全部了。因为有你，世界都变得可爱。想到我做的事情，或许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，一切努力都格外值得。即便当时我无法和你联系，但只要想起你，只要知道你还在某个地方好好生活，就是对我最重要的意义了。无论我面对怎样的困境，那份关于你的念想，就是支持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希望。对我而言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从未分离。所以，可能是我当时念叨你的次数太多了，我身边的人也都认识你了。但我保证，都是夸奖你的，从来没说过半个字的坏话。快看，是海豚！滴滴，紧急通知！我已经领好纪念品柜台的小礼物，火速转移到码头这里的潜水艇队伍啦。哎，好像是没有消息提醒。不过我看到有工作人员开始组织排队了，所以就跑来占得先机啦。手机上虽然可以预约名额，但没办法指定座位，还是讲究一个先到先得。我研究了下座位图，正好有几个靠窗的情侣沙发座，算了算前面的人数，应该可以排到。好，等你换好衣服就直接过来找我吧，我会在这里守好阵地的。选座位置会不会对观赏体验有影响？哦，的确，潜水艇不像船那么灵活，基本上只能笔直前进。
位置不同，观察角度就会有点点差异。不过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想，每个人看到的景色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视野上其实没有什么高低之分，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坐在一起。普通舱都是单独座位，就算我们能一前一后的坐着，也没那么方便说话了。啊，不知道海底世界都有些什么呢？反正我们挨着，有任何发现都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对方。对了，我们运气这么好，连野生海豚都见到了。海底会不会也有什么难得一遇的珍稀物种啊？哎呀，刚才经过服务站的时候，忘了拿海底生物宣传册了。你过来的时候顺路拿一本好不好？现在开始学习是有点临时抱佛脚，不过距离潜水艇出发还有一段时间嘛，来得及了。排队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，我在第8个，你到队伍最前面肯定看得到我。好，那我们比赛谁先找到对方，赢的奖励见面再说。快来找我吧。